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过5花仙洛的强度，不亚于开服的狗头。先放意图流，改版后的花仙已经是一套常规强力阵容了。为什么这个版本可以5花仙？首先是羁绊结构的改动，从原来的2469变成了3579，现在不刚需转职就能开出带前排装的5花仙，再搭配洛的数值加强，原本洛在高花仙里其实就已经足够肉了。设计师为了让它脱离这个羁绊也能坦住，于是将它的技能基础护盾值翻了个倍，蓝条也减少了20。对于高花仙的洛来说，这就是变态级别的纯增强。当然5花仙的铠甲基础属性要比6花仙要稍低，但是多的人口可以挂复苏、时间等羁绊来弥补这块的坦度。第3点是过度平滑又灵活，可以用体系卡小炮带装备，也可以是魔战、唤醒猎这种牌。后排刚需一把羊刀，其余你就可以做肉装。肉装在前期比别的装备更具优势。聊到装备就多提一句这套阵容的优势：5花仙给2件装备，也就是4阶段你前后排就只需要做4件成装，就可以把 C 位和坦克位塞满了。这是别的很多阵容都很难做到的。装备是对义子最直接有效的即时战力提升，满装配合启动题质量往往是打出强势期的关键。强化符文方面，由于花仙子自带2件装备，且刚需装备的义子较少，所以海克斯尽量选择战力类的。装备越少的对局，这套阵容的强度越高，因为多装备局你的花仙装备优势会被逐渐抹平。出装推荐，洛的出装比较灵活，除花仙铠甲外，还可以出传统的肉装，比如板甲、狂徒、坚定的心，也可以出一些法强装备，当然是在你少肉装散件溢出 AP 散件时才这样考虑。滑板鞋就是羊刀加破雅弓，体系内的其他人不好带星宇或者薄木，所以最好是他自己出健康。多提一句，奥恩神器拿到竞技雕像一定要多多考虑洛这张卡，尤其配合激发之匣或绿甲的时候，有当年雕像塔姆的感觉了。8人口的构筑如图，5个花仙子加卡米尔、人马、时光。卡米尔没来就用贾克斯，丁真没来就用小炮。有转的时候不要时光要小炮开西花仙，转职给到卡米尔。花仙冠冕给卡莉斯塔一个，另一个给卡特和卡米尔中质量高有装备的那一个。9人口挂莫甘娜，没莫甘娜就先挂巴德开3复苏2学者。最后是本套阵容的意图流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